好嘞，这是你的 watch。我知道你尽力了，我尽力了。你看看我给你画的，跟你给我画的平权，我觉得很不错啊。然后 bang and dry 这个 and 我不会画 ，bang and dry。今天我们要来响应2017 10月28同志大游行。其实我一直很想要问你啊，你对自己自我认同？对，比如说你是怎么样发现你自己有同性的这个倾向？其实我阿姨就是说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喜欢把我打扮成小公主，每天要穿裙子，然后头发要绑超紧。我妈就是有点强迫症，绑到我眼睛就是这样很悲。对，可是我阿姨说，其实我很不喜欢穿裙子。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吧，发现我怎么会对女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小学喜欢过女生之后，写了一个很多注音的情书，乌欧我西一喜欢。然后到了国中，认识到了很多朋友，然后让我发现更加了解自己之后，我就比较打开心房，然后发现原来我是喜欢女生的。那你刚开始你喜欢女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惑吗？会。对于自己，你会害怕吗？倒不会害怕，但是我真的对自己感到很疑惑，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女生？那时候你是怎么克服的？到了国中之后，我周遭的朋友就是也有一些跟我比较像的女生，然后同类对，然后他们又比我更大方，承认说我就喜欢女生啊怎么样。可是这段过程是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你有没有试着在你困惑的同时，除了女孩子以外，有没有想要去接受过男生？是没有尝试跟男生交往过，我只会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可能是朋友。有一些男生我是其实是觉得说蛮可爱的，个性可爱，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好想跟他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不会心动。那有男生追你吗？有跟我聊过，但是就是朋友，只能做朋友。对我你也没有想说为了要判别我自己情况，然后去跟男生试着交往看看？这倒没有。那你有没有因为你的中性打扮不愉快的经验？我觉得小时候难免会听到一些，比如说男人婆啊，或是有一些比较恶意的说，好好的女生不当，为什么打扮那么像男生啊？或是早期在外面上那女厕的时候，也会有些比较不了解，或是婆婆妈妈一进来说，哎呦，给他们丢啊！其实这些会造成你很大的心理的阴影或影响。比如说像工作的时候，也会因为你的外表比较中性，他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不能当个就是长发，大家印象中那种漂亮女生？所以也是蛮烦心的。那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很好奇啦，你出柜了吗？国中的时候，朋友那一群之后，我发现我就很自然的、很大方的承认。那如果说今天你有交一个女朋友，那你那个女朋友也希望你在你的家人面前承认她就是你女朋友嘞？那你敢说吗？我 OK 啊，我觉得我可以去跟我家人沟通，因为到了跟家人介绍那一关的话，各自的家人各自要自己去处理啊。所以我对家人有没有出柜这个，其实我一直都站在柜外，我其实一直没有躲起来，然后说来找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好烦。其实我跟你有一点点小小的相似，最明显发现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在国小。对，我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的知道原来我不喜欢男生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是有同性的倾向。不过我小时候的时候是有特别喜欢注意女生，有特别好感，甚至会想要主动就是一直常跟她在一起。我也是跟你差不多一样，也是在国中的时期。我比你幸运一点，是因为我们国中是女校，因为女校太多梯了。到了女校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比较敢做自己。对，我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呢，在于自我认同的这块部分，其实我曾经疑惑过，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小。同性恋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点压力，很沉重。那时候我为了也要测试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喜欢女生，我有试着想要跟男生交往，对，来去确定我自己的情况。你有给自己这样测试？人家小时候人家也是男生追的啦，好不好？反正我就选了一个男的，算是条件还不错的。我要先说的是，因为我从小都是中性打扮，剪短头发，穿衬衫，重点是我还穿西装裤。国中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跟我交往哦。然后我心想说，他可以接受我这样子，那表示我没什么问题。他约我出去2次，一次呢，他约我去了公园，结果呢，他想要牵我的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牵我的手，他会故意说，我今天工作的时候我手受伤。我心里面想说，
噔噔噔噔问号，然后他其实是想要叫我摸他的手啊，于是我就感受到了他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哪里受伤，然后他就说你看看嘛这边。那个时候我你知道那个心里面就是你不会有那个甜蜜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有点那种有点恶心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说。一次两次的约会很明确的，我觉得我真的不喜欢男生。其实呢，我是很后期我才出柜，前面其实我不是很敢讲，因为我还蛮爱交朋友，所以我常常会邀请 T 或者是女朋友来我家。我爸是比较不管，我妈是一个非常反对同性恋的人。他那时候会看到，就是比如说我带一些 T 回家，他就会开始意识到不对，他就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不要干嘛哦，为什么女生就要这样子打扮？而且我妈会不时的跟我讲说，你不要跟我讲你是同性恋哦，如果你跟我讲你是同性恋，我会跟你断绝母女关系。我这心理压力好大。我会跟他讲说 OK， 我打死我都不会在你面前承认我是同性恋。他就会翻脸说啊，你说什么？我就说我没有啊，我刚才什么都没说，我就说我不会承认啊。然后就是比较有，我就说好啦，不要讲这个啦，什么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他每次这样问我，我每一次都是这样回他。其实他有到最后是有一点已经有点麻木了。再加上我很幸运，我有2个妹，我那2个妹妹呢都蛮支持我，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会不时的在我妈面前帮腔，会说哎呦人家又没干嘛，干嘛说同性恋不好，同性恋又怎么样了，爱找你是不是啊？人家又没有杀人放火，人家又没有干嘛的。所以我其实建议啊，真的不要吵。再严肃的父母，你越吵，他越会觉得你是孩子心态，你就是讲不听，硬碰硬不好。或是你随手可能家人在客厅，你就去开一个讲解同志这一块的电视让他去看，或者是走路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个那个报章杂志然后就走。你超烦的。以上呢就是我跟干干，我们来去分享我们自己从小的一个情况。不要跟你的家人起冲突，然后你要让他们去了解为什么自己是同志，这不是被谁带坏，或者是这是个时期吗？适合去沟通，不要硬碰硬。真的祝福你们，我也给你们很大的勇气跟支持。最后我们要跟各位拉拉台的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干干，我是阿 Ben。2017台北同志大游行是第15届，今年对于 LGBT 族群的朋友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一年哦。相信同志大游行会因为同婚通过，会显得更加的特别。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性别平等教育，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性平教育的重要性，尊重每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真正希望落实婚姻平权，让它成为生活中平凡不过的一件事情。色色性平打开，多元教育跟上来。邀请你们在10月28星期六下午2点半，凯达格兰大道，一同骄傲欢庆。 Let's go， 那天见，等你们哦！快！